大培元丹，两个女人一下子都震惊不已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她们都只服用过小培元丹，宋如玉甚至连培元丹都没听说过，就更不用提什么大培元丹了。云如歌在吴飞燕身边的时间毕竟很长，她曾经听吴飞燕说起过培元丹，也知道培元丹的药效要比小培元丹强得多，但是她心里清楚，自己根本就不可能从吴飞燕那里得到培元的这么珍贵的丹药。好像培元丹除了吴飞燕自己，就只有3大长老服用过，而叶晨却说他的丹药是大培元丹。从名字上来判断，大培元丹肯定比普通的培元丹还要更强一些。即便是培元丹，这两个女人都不敢奢望，大培元的更是连想都不敢去想。叶晨见两人惊骇万分的模样，微笑着说，大培元丹顾名思义，肯定比普通的培元丹还要强一些。对你们现在的修为来说，这丹药的提升应该还是很大的。云如歌和宋如玉此时已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在破青会，丹药是阴主吴飞燕对一个人最大的赏赐。宋如玉从悟道至今，也不过只得到寥寥几次小培元丹而已，而且每一次都只有1颗。每次得到这1颗的时候，自己还要下跪道谢。即便自己并没有见过吴飞燕，也要当着转交丹药的人跪谢吴飞燕的大恩大德。云如歌稍稍比宋如玉要强一些，像她这种已经成为伯爵的高手，每半年就能从吴飞燕那里得到1次丹药，只是丹药的数量也并不算多，1年下来也就能得到几颗小培元丹而已。偶尔有什么重大任务立了功的时候，吴飞燕心情好的情况下会赏赐个3颗5颗，这也就是能得到的最大限度了。可是叶晨和吴飞燕的做法完全不同，他们两人至今还没有真正为叶晨效过力，而叶晨甚至可以说一路保着他们，把他们安顿在这里，让他们有一个安全安静且不受打扰的修炼环境。现在甚至还主动拿出丹药赠予他们2人，而且还是比小培元丹强出不知多少倍的大培元丹。眼见两人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叶晨微微笑道，你们不用这么惊讶，我这个人刚好会点炼丹制药的本事，恰好对丹药也并不吝啬。你们2人都是好不容易历经千辛万苦才悟到的，希望这2颗丹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云如歌感动不已，恭敬地说，叶先生待在下恩重如山，在下永世难忘。宋如玉眼眶一红，眼泪已经不受控制地滑落下来。她人生短短20多年，还不曾感受过什么人真正关心过自己。宋家人就不用说了，自己本身就是父亲在外播种的结果，而且原本自己的使命也只是被宋家拿来讨好吴家罢了。至于吴飞燕在内的吴家人，更没有谁是真正关心自己的。吴家人关心的不过就是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他们卖命罢了。所以现在再看，人生中真正关心自己的恐怕也只有叶晨一个人。他稍稍平复一下心情，哽咽着说，谢谢叶先生的大恩大德，如玉此生愿为叶先生肝脑涂地。叶晨笑道，给你们丹药是为了让你们快速进步，而不是为了让你们对我表忠心。咱们暂且把这些事情抛到脑后，赶紧先把丹药服下，我引导你们好好吸收丹药中的灵气。两人相视一眼，同时点了点头，又同时将丹药放入口中。还没等丹药入口，两人就能感觉到这丹药之中蕴含着蓬勃的灵气，几乎就要从丹药里喷涌出来。修道之人本来对灵气就极其敏感，而天地间又没有半分灵气可供他们吸收，所以当他们接触到富含灵气的丹药时，直觉会变得非常敏锐。两人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将丹药放入口中，随着丹药化作一股热流，两人均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灵气直入腹中，又顺着经脉向大脑中的识海冲去。二人虽然做好了大培元丹要远强于小培元丹的心理建设，但当丹药真正在两人体内化解开来的时候，两人均被这强大无比的灵气所震惊。这一颗大培元丹至少能顶得上几十甚至近100颗小培元丹，而且丹药这种东西就像是人生病的时候需要服药一样，剂量如果小而散，
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综合下来，大培元丹的药效足以抵得上100颗小培元丹，给两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从来都吃不饱饭的人，忽然之间得到了几天都吃不完的大鱼大肉，瞬间让两人体内的灵气直升好几个档次。叶晨以灵气渡入两人体内，帮助两人引导灵气进入识海，又提醒他们不要把所有的灵气都留在识海。现在跟我一起把灵气从识海调动出来，让灵气去强大你们的经脉。两人对灵气的操控不够娴熟，宋如玉是体内一直先有几分灵气，仅有的些许灵气都留在丹田之中。而云如歌虽然已经打开识海，但平日里积攒的灵气也根本不舍得往经脉里输送，都留在识海存起来，以防万一。现在叶晨让他们把灵气引出识海，输送到经脉之中，两人一开始还本能的有些心疼，可这毕竟是叶晨的指令，两人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立刻跟着叶晨的指引，将灵气从识海调出，输送到身体经脉之中。经脉在得到灵气的滋养之后，不断变得更加强大，就连畅通度也在不断提升。对修道之人来说，往往会因为掌握了灵气，而忽略了经脉和身体的强化。但其实经脉才是修炼的底层架构，这就像是一个工业国家的基础建设，基础建设越好，未来发展速度也就越快，因为有着充沛的灵气可以用来肆意挥霍。所以两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经脉在灵气的作用下，竟然可以有如此强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，让两人立刻就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个多小时之后，两人将丹药中蕴含的近半灵气都用在了强化经脉和丹田之上。经脉和丹田有了很大的提升之后，两人都察觉到一个明显的变化，那就是一旦自己需要调集大量灵气的时候，畅通无阻的经脉会让自己的响应速度变得更快。这时，两人听到叶晨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好了，可以结束入定了。”两人同时睁开眼睛，看到面前的叶晨，心中激动万分。谁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有了大步的提升，别看只是一颗丹药，但至少能够省去自己2、3年甚至3、5年的刻苦修炼。云如歌结束盘腿而坐的姿势，直接跪在叶晨面前，恭敬地说：“谢谢叶先生成全。”宋如玉也慌忙照做，与云如歌并肩而跪，口中虔诚道：“谢谢叶先生成全。”叶晨淡然道：“不用这么客气，未来几日我还要去一趟外地，你们2人就在这里潜心修炼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联系洪武，他自会为你们安排妥当。”